交强国利刃，直击强军征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融媒体周刊。利剑，射程远，精度高，火力猛，发射时气贯长虹，剑指苍穹。这就是炮兵之王火箭炮展示出来的威力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炮兵部队，看人民军队钢铁风暴，雷霆出击。 打开保险，3、2、1，放！近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、海军、空军、火箭军等兵力，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中，远程厢式火箭炮震撼亮相，是一款名副其实的越海杀器。作为陆军新制作战力量，我们火箭炮兵打得远。 打得准，打得猛，能够对作战目标实现全域、全时火力精确打击。远程厢式火箭炮，简称远厢火，是人民军队首个采用模块化设计的远程火箭炮，具有射程远、精度高、反应快、火力猛等特点，可实现多弹种共架发射，根据作战需要随时更换不同种类弹药。 尤其是配备最新型的火箭弹，打击距离可达数百千米，同时多管连装的厢式设计，火力凶猛，一次齐射数十枚各型弹药倾泻而出，实现火力饱和输出。 我们通过对侦察、指挥、火力等作战模块的有效融合，构建从无人机到指挥所再到发射单元的引导打击链路，进一步提升战场侦察和火力协同水平。3、2、1，放！先进的数据链和通信系统让远程厢式火箭炮实现了发射速度快、打击精度高。 作为信火一体炮兵打击单元，远厢火能够在短时间内接收目标信息，精准锁定，数百千米打击精度可达米级。我们结合担负的使命任务，对多目标精确打击、多弹种复合毁伤等战法展开专攻精练，进一步提升部队多点攻击、远程夺控等综合作战能力，确保部队全时待战，随时能战。 火箭炮只借助炮弹自身携带的火箭发动机，推动射弹前进的多发连装发射装置。它的发射器一般安装在履带车辆或轮式越野车辆上，同时集成瞄准装置、电源、发射点火控制装置等重要设备。火箭弹主要用于杀伤、压制地面有生力量，破坏工事及武器装备。 目前各国使用的火箭弹以沙爆弹为主，打击用途广，杀伤威力大。我国陆军远火装备使用的火箭弹弹种丰富，包括打击用途广泛的沙爆弹，以及通过红外热源寻找目标、打击坦克、步战车等装甲车的莫敏弹等。
远火分队在无人机、卫星等多种情报手段支撑下，能够精准快速获取目标信息，让我们的火力打击更加精准高效。远火、远香火，二者虽一字之差，但发射装置完全不同。远火系统中最关键、最核心的就是这12根炮管呈3行排列，组成一个品字形，炮管直径达到300毫米。火炮的炮管越粗，意味着药量越充足，火力也更加威猛。瞄准可真，下去看，别本质，对，好，进位。火炮其实是一个大家族，远近搭配，高低互补，才能在钢铁洪流当中造就战争之神的美誉。此刻，我身后的官兵就正在操作的是一套远程火箭炮系统。这套系统呢，在2009年首次亮相国庆阅兵。无论是打击能力、打击精度，还是信息化水平，都是陆军手中一张王牌利器。作为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型作战力量，远火从行进状态转入战斗准备状态需要3分钟，紧急撤离发射阵地也只需要1分钟。在未来战场上，它可以在敌纵深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摧。这款远程火箭炮更加适应现代战场的需求，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去打击敌方的军事基地和装甲目标。同时呢，它的优势不仅仅是只有远字，在射程倍增的同时，它的打击精度也在不断的提升。此外，它能够运用的弹药种类也越来越多，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和毁伤能力是极强的。配套齐全自成体系，只要获得目标信息和作战指令，就可以快速的完成火力打击和支援任务。指挥车重要报告，阿尔法手注意，装定，开始助援，完毕。经过多次实弹射击的检验，如今人民军队的远火已经通过多重考验，打得远、打得狠、打得准，是对远火打击效能的综合评价。在远距离打击中，精度甚至达到米级，可以说实现一击必杀。1963年，中国多管火箭炮130毫米19管火箭炮诞生，被命名为63式130毫米火箭炮。同年问世的还有63式107毫米火箭炮。这款火箭炮可由吉普车或骡马拖拽，适于山地丛林作战。这2款火箭炮为中国对地火力突击注入了新力量。1982年问世的81式122毫米40管火箭炮，能够歼灭20公里以内地面目标，包括敌有生力量、技术兵器、装甲集群和炮兵部队，具有射速快、射界大、射程远、便于实施火力机动，能够形成强大火力密度等特点，是我国第2代火箭炮的代表。
2003年集远射程、高精度、自动化、信息化于一体的新一代远程多管火箭炮研制成功，终结了我军没有远程大口径多管火箭炮的历史。该系统除了拥有传统的打击模块，还增加了情报侦察处理单元，极大提高了情报获取和处理整编能力。可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独立对敌侦察打击和毁伤评估，这意味着我国陆军远火部队已成为集侦、控、打、评、保为一体的综合作战单元。如今，人民军队的火箭炮种类更加齐全，除了远程火箭炮，陆军合成部队的122毫米火箭炮。同样的箱式设计，让它成为合成作战中不可缺少的火力重器。同志们，接上你命令，我连向任务地移动。现在在我身旁驶过的，就是陆军某数字化合成旅的122毫米自行火箭炮。今天他们将在皖东腹地的演训场开展一场训练。顺发引信，接收组员。由于火箭炮的射击目标往往超出视距，因此箭瞄射击成为火箭炮最常用的射击方式。在这种射击方式中，火箭炮要接收目标信息，进行快速解算，调整射击方向、角度，完成射击任务。各辆火箭炮接收诸元信息，进入准备阶段。从进入阵地到快速展开，再到时刻待命发射，阵地上没有人员下车操作。这是因为122毫米自行火箭炮具备数字化操作模式，所有操作都可以在车内完成。从输入射击诸元到完成战斗准备，这支数字化部队最快仅需几十秒。标尺359.6，没人注意。对，集合准备。全连注意，打开保险。3、2、1，放！刚刚仅仅3秒钟的时间，每辆车的6枚火箭弹就已经快速发射完成。24枚火箭弹拖着红红的尾焰向远处飞去，发出巨大的怒吼。随着最后1枚火箭弹快速的出膛，整个阵地迅速的安静下来。不过由于地势的阻碍，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目标是否被命中，也由于山林的阻挡，我们无法听到任何的声音，只能由观察所回传前面观察到的信息。观察所，注意观察，全连6发齐射发射完毕，注意捕捉弹群中心。指令收到，侦察兵注意观察站点。报告，弹群中心覆盖300步，命中目标。122毫米自行火箭炮是陆军合成部队中火力压制利器。在连续发射中，一辆火箭炮车在30秒内就能够向目标阵地倾泻全车40枚火箭弹。多辆火箭炮齐射，往往用来对付集群目标，既能够大面积摧毁防御工事，也能够有效对付战车、卡车、步兵等集结目标。以连为单位的战斗齐射训练是火箭炮分队的主要训练科目。
在操作过程中，每辆车都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准备，避免贻误战机。这也是检验连队整体作战实力的科目。9炮收到组员，完毕。同一科目反复训练，能够提高整体准备效率，提升短时间的火力覆盖能力。施包注意，一发试射准备，打开保险，预备放。标志减3，方向向右，方向向右020，方向向右020，高10。在现代战场上，火箭炮除了需要具备强大的火力打击能力，同时它也要具备高精度，这样才能给敌人致命一击。现在我身后的火箭炮呢，已经进入随时待命的状态，马上要进行的是单车的精准射击训练。在这个科目中，他们往往先发射1枚火箭弹，通过这1枚火箭弹的轨迹和弹着点来调整射击诸元。刚才的第1枚火箭弹就是用来调整射击诸元的。从收到调整诸元的信息到后续的多发射击，仅需要几秒钟。这是因为在真正的战斗中，一旦目标区域落下火箭弹，就会迅速组织防御措施，快速调整诸元，快速连续发射，为的是不给目标可乘之机。在调整完射击诸元以后，仅2、3秒钟的时间，4发火箭弹应声而出，这种巨龙咆哮般的现场真的让人十分震撼。不同于榴弹炮发射发出低沉的巨响，火箭炮发射的声音犹如刺耳的咆哮，这是因为它们的发射原理大不相同。榴弹炮依靠火药燃烧产生的糖压发射炮弹，随着炮弹的出膛，巨大的糖压产生的火焰冲出炮管，发出沉闷的巨响。而火箭弹则是依靠发动机推力进行发射。当激发装置将火箭弹的发动机点火后，依靠自身的动力，火箭弹沿着定向管的方向飞向目标，而发动机产生的轰鸣随着火箭弹逐渐远去，产生撕裂空气的声响，更加刺耳。无控火箭弹作为远程弹药，飞行速度较慢，距离较远，实现精准射击更加困难。在众多影响火箭炮射击精度的因素中，风速可以说是重中之重。飞行轨迹上的每一个阶段，风都会影响火箭弹最终的弹着点。不断变化的风速、风向，甚至会让连续射击的多发火箭弹落点产生较大偏差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无论是单车精准射击，还是多车齐射，在射击前都要将风速、风向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进行精准计算。我们单炮射击的精度达到最理想的标准，就是基准管试射1发，能够准确落到目标正中或者区域范围以内。然后指挥车给我们修正之后，能保证全管发射完毕之后，能够覆盖整个目标。来这边。好，那线路搬上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，现在车辆已经从发射阵地驶入到了技术阵地。之所以叫技术阵地呢，就是在这里要进行车辆的一个检查，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弹药的补充。在我身边呢，就是122毫米火箭弹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翼实际上是固定在这个弹体上面的，但是当它射出去以后，它的尾翼会快速的展开，这样就可以控制它在空中的姿态。同时，我手里还有一个小零件，就是阻力环，它的作用可不容小觑。火箭弹安装到定向管中以后，我们在前端套上一个阻力环，这样就可以让火箭弹打击更近距离的目标。在弹种不变的情况下，控制火箭弹射程的远近，往往可以通过火箭炮的射击角度来调整。但是如果目标距离小于最短射击距离，火箭炮如何进行打击呢？阻力环就是打击近距离目标的重要零件。飞行过程中，它所产生的阻力能够改变火箭弹的飞行抛物线，让近处的目标也能够被炮火覆盖。除此之外，当打击超出普通弹药射程的目标时，使用增程火箭弹还能够增加数千米的覆盖范围，一减一增，大大增加了火箭炮的火力覆盖区域。
就老式1·2火箭炮呢，它只能进行有序发射。就比如说，这个发射1号管之后，只能发射2号管，它不能进行一个无序发射。而且老式火箭炮，它只能装进一种弹药，就是不能进行一个火炮打击多个目标的任务。就是新式火炮，这个发射更为便捷，它可以采用无序发射。就是我可以选择任意一管来进行发射，就是不用按那个顺序来发射。我可以在同一个发射箱里面装进不同的弹种，我可以选择不同的弹种来进行发射，可以进行就是一门炮打击多个目标的任务。无序发射，一箱多弹。122毫米火箭炮的这些特殊之处，让火箭炮官兵作战更加灵活自主。仅一辆火箭炮就能够摧毁多个种类的多个目标。操作人员需要磨练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弹药进行选择，在争分夺秒的战斗中抢得先机。模块化储运发射箱让火箭弹实现了运储射一体化，由此实现了火箭弹的整体吊装更换，极大提升了持续作战能力，可以进行大面积、长时间的饱和打击。班组使用机械臂吊起沉重的发射箱，在战斗中，这样的发射箱都是满弹的状态，从吊起发射箱到安装到车辆上，很快一箱弹药就已经完成了安装。122毫米火箭炮武器系统是合成部队火力打击力量主战装备。侦察前端发现目标后，可直接引导火炮进行打击。全自动模式下，火力打击效益有了显著的提高。目标观测不确实，侦察兵使用红外进行观察。真实战场的天气往往比训练场更加变化无常，天气给训练增加了不小的难度。这样的气象条件如同让火箭炮在白天进行一场夜间射击。随着校射结束，多辆火箭炮快速调整参数，新一轮射击立刻开始。3、2、1，放！火箭弹呼啸而过。震耳欲聋的声响撕破宁静，弥漫的硝烟更加让人热血沸腾。一枚枚火箭弹如火力拳头呼啸而出，形成密集火力网，最终所有目标被一一摧毁。我们122能打沙爆弹、燃爆弹、子母弹以及云爆弹等多种弹药。用榴弹炮来讲，就是一个点对一个点直接进行射击；火箭炮就是一个点对多个点进行射击。一个点对多个点进行覆盖，大部分压制之后，就达到了我们最基本的毁伤要求。打击距离远，毁伤能力强，覆盖面积大。122毫米火箭炮在数字化炮兵手中变得更加灵活。火箭炮这样的重型作战装备，不再需要长时间的准备，就能成为合成部队中跟得上作战速度的火力拳头。未来，战场目标呈现机动实敏的特性，对于地面压制炮兵火力、打击精度和时效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近年来，我们基于数字化装备体系，不断挖掘新型火炮人装结合的效能潜力，探索了去阵地化的机动游曳设计模式，实现了炮兵运用由传统火力支援向信息火力融合支撑的转变。